有一次我不知道送给他一个他很喜欢的东西，他就很感动的看着我，抓着我的手说：“你不用花这么多钱送我东西，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好了。”你知道我那时候好像整个人是被电到一样。事实上我愿意付出很多东西，但是 I'm sorry，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我妈的话。可是呢，你到我50岁，你还没有放弃。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今天欢迎淡如姐。谢谢，第一次见到你，你好漂亮。谢谢淡如姐，淡如姐太客气了。最近其实都在读淡如姐这2本书。其实是可以连续的一直翻，然后就突然不小心就把它读完了。谢谢。但是最让我讶异的是，看完这2本书，既然写的作者是同个人，一本叫做很柔情的，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写的主要是跟祖母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些很惊人的，等一下我们聊的原生家庭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人生实用商学院，富有是一种选择，一个是完全在赚钱的，其实一个就是左脑，一个是右脑啊。但是一般很少人有办法这样子，要么是过去这里，要么是过去这里。这个其实跟人生的定义有关，因为我不太排队。其实我就是只想做我自己。也许在你的年代做你自己已经成为一种口号，但其实我生长年代是不允许做自己的。他老是要你排队，排进某一个职业，然后排进某一种性格。但是我很不爱排队，所以我跳槽或者是从 A 跳到 B， 对我而言就是很容易的，常常就是刹那之间的决定，然后努力去做它而已。但是我不太爱就是说一定要排在哪里，就是说你是个理性，你是个畅销书的财经作家，或你是个文青，我觉得不排队我宁愿当蝙蝠，蝙蝠比较自由，就是我既不是鸟也不是兽这让我感觉比较开心一点。是，我觉得想要再更了解一个人，通常在諮商室里面都可以先从原生家庭谈起，但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用从那边开始。我讲3个我这本书里面我看到就是书差点这样子掉到地上的点。真的有吗？有3个。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惊讶，很平淡的。就是淡如姐的做事方式跟现在很成功，然后经营了非常多不同的事业，也是像一个很开朗的人愿意分享。第三者而言，这样的长大好艰难哦。我那时候在想，这要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会不会已经离家出走？有很惊人的事情。我讲3件事情，你知道鱼在水中不太会认为水太浑浊，因为你就是从那个水里面游泳长大的。那个水偏泥鳅的那种甜的水了。其中有一个是有一个阿姨跟你说，你小的时候在洗头的时候，对，然后水跑到眼睛里面，你就又哭又挣扎，然后你妈就打你2巴掌，之后把你的头压到水里面。对，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就这样，这可以写吗？不能写，因为我妈过世了。但这可能是事实，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于妈妈的标准又有一层更新的了。其实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我成长的过程并不算不幸，因为当时也并没有说不能体罚，所以我们其实在学校里面很多人都是被打大的。我比较没有，因为成绩好就比较不会被打。但是以前的人像我妈生我的时候才22岁耶。你知道我生小孩的时候是我妈的2倍的年纪。以前的人不必培养情商啊，他生了孩子，只要这孩子活着，他就可以把他带大了。我后来一直在思考，我的确童年过得很不快乐。那童年不快乐的人，基本上才有能力变成作家，因为你就是有好多东西要说，好多东西要写，也没有人听。那我很早就开始在那里填格子，就写给自己看。你说我妈那个，她只是局部的一个小行为，没写的还很多啦。我必须说我不是在一个很糟的状况，只是我妈会有一种突然的暴怒，而且她可能跟我爸有什么过节虽然他们在外面看起来都是这个幸福美满啊，可是其实他们中间所有的不满，事实上是在小孩身上的，是在长女身上。她很年轻，她走入一个家庭又无力挣脱，他们那个年代就是只要说 yes 之后就是一辈子。她的很多不满，还有她自己无法管控的出口，其实就是在我身上就如此而已。
哇，真是豁达的一番说法。还有啊，就是进入社会之前，然后你去跟妈妈吃饭，结果你妈妈突然说，你不要回来，想要跟弟弟争财产。对，然后你就说你有这样讲吗？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好奇怪，他到底看了哪个连续剧啊？就是这些都觉得哇，好伤心哦。就是对，妈妈不是应该要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讲出去这样子的话，当然我明白在那个时空背景，那个时空他是有点口不择言，可能刚刚看的连续剧，女儿回去争产还是干嘛，但他其实始终不了解我的性格啦。就是说我们虽然血液里面流着差不多的 DNA 或血，但是我们可能在脑袋上是两条不同的灵魂，彼此其实是不能够了解的。当你承认了这个事实之后，阴影对你不算什么，主要的那个逻辑不能说你是我妈你就应该了解我，然后因为你不了解我又对我做种种的这样的事情让我不愉快童年，所以我应该记恨你。我年纪大了，我慢慢在思索这个过程，我才知道说原来你也是因为你发生的事情无可解决，所以这样的东西到我身上。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女人是这样，她其实很讨厌身为一个女性被歧视，我们的上一代，但是呢她却携带着这样子的东西在重男轻女。我不知道，因为你这一代成长的过程其实已经跟我不一样了。有时候爸爸妈妈会栽培你去美国读书啊，表示说其实他的行为上应该就是很重视你这个女儿。因为我家是相反，我家是重女轻男，所以我看到都觉得怎么这么可怕。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妈都会说建立一个女人的事业，所以你长大之后就要有自己的事业，然后都有刻意的在栽培我。我比较像你妈妈，我也是这样对待孩子的，真的只有小孩打我没有打过小孩。那是因为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余裕再来想这件事情。我其实为什么写这本书，我14岁我就到台北一个人来了，其实名义上是逃家。你知道我家小孩现在13岁，才小我当时1岁，我就说他傻得像只鸟一样，就是刚出生小鸟也不会飞。但是我不是，我14岁多就开始在整个这个江湖里面挣扎，我培养了很多能力哦。但是你说我会不会去感谢说童年过得这么坎坷，或就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我已经得了拔毛症了，就是一直在拔自己的头发，那个就是小动物在不安的时候的焦虑的状况。然后当时只有我知道，也没有什么心理老师啊，对不对？那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我可能只有逃亡。那我就规划了一个逃亡路线嘛。所以人家来考北一女，通常是爸妈就说你去替大家争取一下这个家族荣光。我不是，我计划的很好，就是这样子理所当然，我可以离开家。而且你妈妈在书里面这边也是有提到说，她说女人不用读太多书。对，她有点故意。你知道什么叫不成熟父母？我看了一本心理学的书，不成熟父母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你永远在贬低你，可是呢他妙了，他对别人他会夸奖你哦。因为对他来讲你是他的面子，是，但是他害怕跟你做任何的就亲密的归属，当你不在的时候他才能赞美你。这其实东方父母很常见的状况，但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他其实知道我个性是以我那个年代的女性，我算嚣张的，觉得自己可以考很好嘛，对不对？然后我妈她那个年代，她是国小老师，其实国小老师有一些这个受到时代教育观念的问题，她就会觉得说，干嘛这么嚣张？女孩子这么嚣张不好，你干嘛要什么事情这么强出头，嫁不出去啦？她强卡没路用啦，她一直想打压我，其实是为了要一种平衡。我一直到50岁，她都好厉害，还企图来管我。有一次我不知道送给他一个他很喜欢的东西，他就很感动的看着我，抓着我的手说，你不用花这么多钱送我东西，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好了。你知道我那时候好像整个人是被电到一样。我说事实上我愿意付出很多东西，但是 I'm sorry，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我妈的话，可是呢你到我50岁你还没有放弃，算也是生命力很强。对对，理解，原来时空背景是因为妈妈自己承受很多压力，不知道怎么疏解压力，把情绪发在小孩身上。是，当你能看到
再往后退，你如果退到宇宙看到那一个家庭的面向，你就会比较释怀。像有些粉丝他们会私讯，就虽然他可能比我还小，就妈妈甚至他的年纪是比你妈妈小非常多的，对，也是类似这样子。是的，有些人是就直接逃家也不回来了，他就觉得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妈妈没有给我爱，他想要选择控制我，他对我发脾气，他跟我要很多东西。其实这个很多年都不会变的，再下来也有很多人继续走这样的路。以淡如姐过来的经验，爸妈可能是像这样子的话，他怎么自处对他来讲是比较舒服，甚至以后不后悔的。你内心必须强大，你要了解他受了他的时代限制，你的灵魂是不一样的。我肯定他在他那个时代，或者是他当一个母亲或父亲，其实他也没有让我饿过肚子啊。但是你说认同嘛，很多东西不要认同，不要被那个隐形的锁链把你的手捆过去，变成跟他一样的人。其实这是我要说的，你可以变成不一样的人，你对你的往事接受，因为它已经是沉没成本，你无法重活一次，可是你不要变成那样的人。那如果你每次面对自己的父母都是得到一些伤害，有语言的攻击，每次见到都不是那么好的感觉的话，是要远离呢，还是要想办法再继续说好，可能要报恩孝顺什么的？你可以选择某一些灰色的地带。如果你说是我的话，你要管我真的不可能，我的人生是没有办法给任何人插手的，这个我非常非常坚持。但是我也会告诉自己，我不要去插手我女儿将来所有的选择。如果你看见她会跌倒，那她的路她也必须自己跌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到底应该怎么相处哈？你不要一直当受害者。我必须说，你一定要做你自己，无论如何，否则你觉得他是加害者，你如果不做你自己的话，事实上加害者看到你变那么糟，他也没太高兴，就按照他的话变那么糟，他也还是会卸责的。很多人呢，他的人生就是他管不了他自己。我母亲大概是这样，他控制不了他的命运，他无法挣脱。其实这跟螃蟹的例子还有柏拉图洞穴理论很像。就是当有一个人跑到他本来想要去那个外面的阳光世界，但是如果他看到你跑到那阳光世界，告诉他这世界很美好，人性是想要把你拖进来，一起回到阴暗里的，那你不要被拖进去。有些关系还是不要紧密比较好。如果你处理不了，那么你就尽量分开，不要太接触。他会得到安全，因为其实他在管你要很花力气，你又不听，对不对？你也很不孝啊，对不对？那你既然不能够听从他的话，你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你的关系必须有一些切割。所以我们两个的关系转好，其实后来是来自于某种客气，也就是说不要太长，然后不要去受他的管制，然后你又激起了涟漪。但是孝顺是蛮容易做的。在20年前，因为我20几岁就出书了，还好那时候没有 Google。我跟你讲，他曾经到那个某周刊去投书什么报道之类的，控告我不孝，所以还是我爸来跟我讲，就说我听到你妈在讲电话，她要让你家破人亡。这样有没有更震撼？对不对？你看我到现在可以想说，他其实是无知，但其实他想干嘛？你觉得？他其实想控制我啊。他想要控制你，跟他想要用他想要的方式在你身上得到一些偏扭曲的爱。非常聪明，这跟小孩吵吵有糖吃一样。那但是其实我后来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化解。我觉得其实他只是没有长大，但是我长大了。我一直在看中国古书的智慧，有4个字叫疏不见亲，就是关系疏远的，不要来去对那种人家关系很近的进谗言，因为到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那么再反过来说，关系亲近的人其实是不应该用公众的力量来制裁他，因为我跟你讲，那个鸿沟一造成就回不来了。尤其我是学法律的，我很知道一件事情，任何东西只要对簿公堂，尤其是感情的事情，我可以跟你说回不来，永远不会回来。那也幸好你的祖母某些层面上给你很多爱，有填补了这样子的
妈妈的角色，是，所以这本书是献给祖母的。对，就我在想，一个孩子那么幼小，他要什么？他要的就是稳定的爱呀。回家有人喜欢他，给他喜欢吃的东西。其实妈妈们真的不要脑袋想太多啊！你觉得我们的责任是要让小孩功课很好，作为社会有用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不是。我觉得就是陪伴，是。我们又不是要在小孩身上刺这个精忠报国，对不对？那没有意义嘛，就好像那个母熊在照顾小熊一样，就让它活下来，给他东西吃，至于他有没有出息，那是他的责任。当然我也很希望小孩以后不要到了40-50岁还花了很多钱给那个心理咨询师。我其实是从我的成长过程中去意会到，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爱的关系超简单，答案是没有要求，就像我祖母一样，无条件的爱，对，做好我的本分。也许自己不幸福，但他不在你身上传递那个不幸福，因为那是他的责任。他在这个宇宙中找到一个小小的事情可以做，而他把他的身心安顿在这里，然后他自己感觉到满足。你不觉得这样的人生充满了光辉吗？是，但是我觉得淡如姐你要也有心理准备，就算你觉得你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你女儿长大之后一样会找到事情来怪你。是，我也这样觉得，但是那时候就要接受了，就好像我也接受，就是我母亲跳不过她自己的某些框架跟年代，而对以前的种种，就是我所遇到的事情我都买单。我有个人体验，是我跟咨商师说，我知道我妈很爱我，她把所有能给我的东西都给我了，各种资源、爱、时间、陪伴，是，但是我还是会有些地方觉得她怎么会这样子。我妈妈已经把她觉得她能做的，就像淡如姐一样，全部就是你们，我发现你们的 style 是一样的，但是我还是找到地方去讲它，是一定有嘛。但是进入咨商室之后，当我发现我妈妈是有多么的努力给她的爱给我，虽然说她给的东西常常不一定是我要的，我会觉得为什么你就是这样子在逼我，但有了这个理解之后，我有办法转一个弯去接受这样子的爱，我们的距离才有办法再更拉近。因为从小我们是关系是很亲密的，但是到越长大他就说你怎么越长大越叛逆，你怎么都不听我的话了，因为以前我小时候真的超级听话，就是后来慢慢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他说你怎么都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关系就拉远了。我对自己的期望就变成我理解妈妈不会改变，她很爱我，这样子就够了。是，大家对自己的父母想要变成什么样，怎么对自己是有个期望在的。我必须要变成我理想中的父母来照顾自己。是。但这个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慢慢走到这边，淡如姐是自己想到的啊？没有，以我的年纪，我花的时间一定比你长啊。哦，我有咨商师嘛，我有自我咨商。我其实所有的学习都是在疗愈，或者是我企图解决我这微小人生的所有问题，所以我会去学各式各样的知识。求知始终对我很有趣。我跟你讲，我其实心里还是骄傲的，我不太相信别人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都在找各式各样的解答的可能性。我希望我自己找出我的问题。其实人再好，牙齿会咬到你的嘴唇，就是一定会有所谓的不满意啊。如果你现在我妈在啊，我还是会跟她说，妈真不好意思，我让你失望了，你其实不要这样的女儿。在我可能在更前面10几年，我在想说，像我这样的女儿大家都要，为什么你不要呢？我现在我会跟我妈，因为她现在已经在天之灵，我会跟她说，我知道你对我一直都不满意，因为我始终不是在你的掌控之下，但是我活成了我自己的样子，而且我足以够强大，可以照顾我自己还有我爱的人，或者延续下一代。我认为这样就够了。母亲的控制力其实是最好要检点一下，这是我自己一直对自己说的，就想要控制小孩的欲望。是，其实你的责任是养大他，养好他，并不是在于指导下指导棋。是，现在的女性，不管你受过多高等教育，你别搞错了。是，非常非常认同这一点。有做小猴子实验嘛？有一个是铁丝金属凹成的
的那个妈妈，然后她有奶瓶，然后另外一个是绒布做的妈妈没有奶瓶，小猴子会去金主的妈妈那边喝完奶之后，然后再跑去有布的那边得到温暖，得到爱。你讲的这个实验，我真的希望很多母亲她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可能期许就是我想要当那个绒布妈妈，有奶的绒布妈妈。我就是在当绒布妈妈，而且还有奶。对，是不是这就是小孩要的啊？对不对？最好你还是活的嘛。对，就希望他可能长大了之后，在外面遇到一些事情，还是会回家想说看看妈妈，因为妈妈是会无条件支持你的人。然后他就稍微取到一点暖之后，他又可以去外面去拼了，你知道吗？你像妈妈做得好，只是一件事情，就是家是你永远可以小孩可以回来的地方，不管你成功或者是失败。可是如果你的小孩连失败挫折他都不想回家，那不好意思，你当父母彻底失败了啊。对，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带给大家对于妈妈的想法。那如果是自己身为母亲看的时候，也会反思一下，说不定自己有做得很好的地方。其实你后来提到的那个故事是心理学的故事是最好的，那就你就是要有绒布，让他可以温暖，回到家里在你旁边还睡得着。然后你有奶瓶给他吃，其实妈妈真的不要想太多，去做那个远大的规划。搞不好过10年，人类就是马斯克一样上火星了啊，你永远看不见未来的。最后，淡如姐用她另外一个人格，她写了这个人生实用商学院啊。她说会赚钱不代表会理财，对。然后理财之后就很大的篇幅说你应该怎么看待要买房还是不买房啊，租房子，然后怎么选择股票，要不要买股票，全部我觉得包山包海的，真的101可以看一下。那我们今天谢谢淡如姐分享了这么多，让我们更近距离的了解。谢谢。很高兴来上你的节目，久仰很久，因为这是网红前辈。没有，我是资历很低的。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